小林刚刚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这是他在一家大公司的第1年，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因为这是他第1次靠自己的努力赚钱。今天是公司发工资的日子，小林看着手机里银行发来的短信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虽然钱不算非常多，但是生活已经足够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林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原来是住在他家隔壁的王阿姨打来的。王阿姨人很热情，但是特别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小林接起电话，王阿姨在电话里笑着问小林啊，听说你今天发工资了，快告诉阿姨，你1个月到底能赚多少钱呀？小林愣了一下，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直接说数字嘛。如果说少了，有点丢人；如果说多了，又怕别人借钱。小林想了想，决定不直接回答具体的数字。他礼貌地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我的工资真的不高，也就刚好够我自己吃饭和付房租。”王阿姨听了，虽然没有听到具体的数字，但也满意地点点头，够花就好。年轻人刚开始工作，慢慢来，以后会越来越多的。挂了电话，小林松了一口气。他发现用够花或者还可以这样的词，比直接说数字要礼貌而且安全得多。第2天到了公司，大家都在休息室喝咖啡。小林的同事老张是一个性格很直接的人，他说话总是声音很大，喜欢开玩笑。老张看着部门里的王经理，突然大声问道：“王经理，听说您升职了，现在的月薪肯定超过2万块了吧？快请客啊！”休息室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，大家都停止了聊天，看着王经理。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，因为工资在公司里通常是不能说的秘密。小林很担心王经理会生气，但是王经理并没有生气，他只是微笑着喝了一口茶，表情非常轻松自然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王经理放下茶杯，笑着对老张说：“哪里哪里，也就是比以前稍微好一点点，还要更加努力工作才对得起老板啊。”听到这个回答，大家都笑了，尴尬的气氛瞬间消失了。王经理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，而是用谦虚的方法避开了问题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小林坐在王经理对面，他忍不住问王经理：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直接谈论工资的具体数字呢？”王经理吃了一口米饭，解释说，在中国文化里，这叫含蓄直接谈钱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你太看重利益，或者不顾别人的感受。如果你赚的比别人多，别人可能会嫉妒你；如果你赚的比别人少，你自己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，所以模糊一点比较好。小林点点头，他好像明白了，保护隐私，同时照顾大家的面子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的模模糊糊的原因。下午，小林在电梯里遇到了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。那个同事问小林：“你们部门今年的年终奖金怎么样？发了多少？”这次，小林没有紧张，他想起了王经理的话，
他笑着回答：嗨，也就是个意思意思，大家都差不多，买点年货就没了。同事听了，也笑着说：是啊，现在的经济环境，能发奖金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大家都差不多就好。小林学会了几个非常有用的词，当别人问工资时，可以说还好，够用，一般般，或者那是辛苦钱。周末，小林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他的同学赵强现在自己做生意，看起来非常有钱，开着一辆很贵的黑色轿车。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赵强开始大声谈论他的收入。他说：我上个月赚了5万块，但是太累了，都没时间花钱。虽然赵强说自己很累，但是大家都听得出来，他其实是在炫耀。其他的同学脸上的表情都有点不自然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小林心想，看来太直接地说自己赚很多钱，确实会让朋友们感到不舒服，含蓄一点是对朋友的尊重。这时，赵强问坐在角落里的老同学张华：张华，你现在当老师，工资应该很稳定吧？一个月有多少？张华是一个很安静的人，他推了推眼镜，慢慢地说：当老师主要是有寒假和暑假，工资嘛，饿不死也发不了财。饿不死也发不了财，这句话说得太好了，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，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。小林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句话，这是最高级的含蓄，既幽默，又回答了问题，还不会让人觉得尴尬。聚会结束后，小林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晚上的街道很安静，路灯很亮，他开始思考工资对于生活的意义。工资不仅仅是数字，它代表了我们的努力和价值。但是，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感情和尊重。回到家，小林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，妈妈在电话那头问儿子：在外面工作辛苦吗？钱够不够花？对家人，我们通常可以说的具体一些，但是小林还是习惯性地说：妈，您放心，钱足够花的，还能存下一点呢。妈妈听了很安心，对父母来说，只要孩子过得好，身体健康，具体赚多少钱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。第二天，小林需要写一份关于职场沟通的报告，他决定把自己最近学到的关于谈工资的经验写进去。他在报告里写道：第一，不要主动问别人的工资，这是隐私，问了会让别人觉得很不礼貌。第二，如果别人问你，你可以用模糊的词语回答，比如差不多，还可以，也就是普通水平。第三，如果必须要比较，要保持谦虚，不要说自己比别人好太多，也不要过分抱怨自己赚得少。小林的报告得到了老板的表扬，老板说：小林，你很懂事，在公司里，情商 EQ 有时候比智商 IQ 更重要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林在公司工作越来越顺利，他不仅工作做得好，
和同事们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。有一次，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问小林：“小林哥，听说这行很赚钱，我以后也能像你一样拿高工资吗？”小林看着年轻的实习生，仿佛看到了刚开始工作的自己，他笑着鼓励道：“只要你努力，一定没问题的。”至于具体的数字嘛，小林神秘地眨了眨眼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反正肯定够你吃好吃的。实习生开心地笑了，小林没有直接谈钱，但是给了实习生希望和动力，这就是语言的魅力。学中文不仅仅是学习生词和语法，更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，含蓄是一种温暖的距离感。不去探听别人的秘密，也不随便暴露自己的隐私，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，会让大家都很舒服。小林现在的工资已经涨了很多了，但是如果有人问他，他还是会说那句经典的话：“还可以，够花。”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。小林从一个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的职场新人，变成了一个懂礼貌、高情商的职场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下次如果有人问你的工资，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吗？记住，微笑是最好的语言。